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下面就开始依次来介绍我这次寄过来的化妆品有哪些。首先是这个盒子被挤歪掉的 The Ordinary 的 Buffet， 这个其实我以前有买过，它是 Buffet 的另外一个含有1%蓝铜胜肽的那一款，应该是按毫升数算，应该算是他们家最贵的那个精华了。其实我觉得 The Ordinary 他们家最值得买的就是 Buffet， 因为我之前有买过，就是不含蓝铜胜肽60毫升的。他们家的缺点就是原料桶嘛，使用感一般，然后如果你打开不快速的用完的话，它就不太有效果。但实际上那个60毫升的精华，按照传统来说，你可能能用到3个月，但是我大概用到1个半月就用完了，因为你需要很大量的用，保持它的那个活性。但是因为里面加了很多的胜肽，确实能感到皮肤的柔滑跟细致，而且它的价格才200多块钱吧。然后这一款加了蓝铜胜肽的呢，其实也差不多价格，但是呢，它只有30毫升。蓝铜胜肽这么昂贵有修复力的成分呢，很多品牌其实都还蛮贵的，所以 The Ordinary 的话真的是很值得买。我之前专门有讲到关于就是换季修护的问题，然后有很多都是提到蓝铜胜肽的，如果没有看过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尽量简单化。在用蓝铜胜肽的时候，你是尽量不要跟别的任何东西，什么 A 醇啊、这酸那酸的，千万不要去跟它们搭配，因为它就会相互抵冲，你就没有效果了。我买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 Verso， 我以前用过的一瓶，然后我又买了一瓶。其实我保养的算好，然后就是笑起来也没有很明显的鱼尾纹，像这些动态纹的话，就是需要靠那个肉毒杆菌来改善的，涂护肤品基本上没用。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眼下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这种细纹，其实是靠医美比较难，你就是用玻尿酸填充，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隐患吧，因为这个地方是很考验技术能力的。A 醇类、胜肽类或者是玻色因类的这种成分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针对这一块，所以我又买了一个它的眼部精华，因为我用这个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反应的。如果你对它很感兴趣，可以去看我之前讲的 A 醇的那个系列。其实它也不算是一个便宜的品牌，万一你用着觉得不合适，毕竟是 A 醇嘛。虽然它的这个已经比起大部分的 A 醇已经算是很温和了，所以你买的时候可以选择像我一样买那种会送你片装小样的，它很像日本吉野家里面的那个沙拉酱，就是你往里头这样一推，它这边就会直接挤出来。但是它这个其实是有2毫升的，因为正货不就30毫升的眼部精华吗？所以2毫升的眼部精华肯定我觉得是不可以全部用在眼睛上，太多了，应该是可以用好几次。然后我就打算把这个小样送给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也是有一点点敏感肌，但是他对 A 醇很长草。下一个就是这个 Norova 的这个美白精华，其实我一直想买，这是一个国行输入版，中文名应该叫欧若颜。这个美白精华我一直想买的原因呢，因为它非常的平价，但是呢，它是有花大价格去购买 Pola 的美白精华的专利，就是努西诺，它的学名就是4丁基坚苯2酚，它们都属于对苯2酚类的衍生物，但是 Pola 的这个专利呢是最接近原效果，但是很温和的，所以不要总是觉得 Pola 只是贵，其实它真的有很多的专利，然后它就是买到它的这个专利用的，但是它非常的便宜，我应该就是花了200多就买到了，所以它的价格跟 Pola 的那种上千的价位比真的是非常的便宜。我是在8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经历波折最近才收到，所以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么好的价格，可以留意吧。其实它应该也算是冷门小众的，如果对斑点比较在意的，然后对暗沉有点在意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日系的美白精华一轮用下来，我觉得 Pola 是比较快的。然后因为我没有很明显的色斑问题，主要就是暗沉嘛，因为熬夜的关系，所以 Pola 的话能够让你用完那瓶能够看见明显的透亮，然后就买了这个来试一下。为什么要买它不用 Pola 呢？因为穷。接下来呢是一个彩妆，我买了这 Make Up For Ever 的散粉。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一直喜欢用这个，很容易用到空。它是6.2克，然后它的这个散粉形态的话是8.5克，还能多一点。其实散粉还是挺耐用的，能用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然后我买的是这个限量版，它里面有一个遮挡的这个纸，把它拿掉。Make Up For Ever 的粉是没有粉扑的，所以你最好自己要买一个粉扑。它是为数不多的这种相对比较平价的粉，但是却非常的细。
就是很像烟雾一样，能看得见吗？这个烟雾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细，用散粉刷蘸少量的在这个上面，然后我们要善于利用它的这个盖子，多余的粉就是蘸到这个盖子里头，然后轻轻的按在你出油比较严重的地方，因为你先落笔的这些地方呢都是比较容易出油的，你就重点按压在这边，然后再清扫。这个粉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颜色，就是透明的，然后它的控油力非常的好。雅丽格斯的这种虽然说是标榜贵妇里面控油非常棒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油，还是不要追求贵妇了，你就追求像 Make Up Forever 或者 NARS 那一类的散粉，我觉得他们更专业更控油。我还是蛮喜欢 Make Up Forever 的东西的，虽然它不是一个贵妇彩妆，但是它的品质在这个3大专业彩妆就 MAC 芭比布朗跟 Make Up Forever 里面，我更加喜欢这个 Make Up Forever， 就是仅仅是它的底妆跟这个散粉啊，因为我喜欢轻薄自然的感觉，它符合我的这个要求。接下来是一个国货，因为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国货风刮得太强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冷静，因为不是靠1年国货就崛起来的，它也需要很多年的成长。我们可以看一下邻国韩国，就是当韩剧最盛行的时候，我们觉得韩国的护肤品真的很好，但是是不是这几年大家用韩国的用的越来越少，而且过了这么多年，因为好歹我用韩国的时候，韩国已经有30-40年研发历史，然后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愿意承认，但其实中国还是蛮喜欢跟韩国的这种潮流，就是妆容、服装、习惯，因为韩剧的这个质量，韩剧的妆容确实是在亚洲来说非常具备代表性的。现在所谓的这种中国妆都经过了改良，融合了中国自己的东西，但实际上多少都有韩妆的一些影子在里头的。但是韩妆呢也不是它自己的，韩妆呢也是属于从美国过来再融入韩国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这种发展它都需要时间，对于国货还是要冷静。但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对于我这么爱买保养品的人呢，我还是很容易被种草，所以我有买了一些国货，最先拿到呢就是这个牌子优时颜，其实在国货里头它算蛮贵的，我还买了不少。然后为什么我要买呢？就拆给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因为它的这个设计，因为我还是蛮在乎包装设计的。首先吸引别人，你要看到它的样子，对不对？它的样子是好看的，你会想要拿起来。然后你发现，哎，它的针对性、它的成分都还不错的时候，你才会想要购买。看到了现在的这些国货的品牌，就非常有自己的个性。我没有看到这种几何造型的这种设计啊，虽然看似是很简约的，但是如果整个都是这个优时颜的产品放在一起，其实很具备这种设计感。所以很早之前就是有很多博主在推这个品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牌子如果说它好用的话，我还蛮想买的，因为颜值真的很高。我买的这2瓶呢都是属于美白精华，一个是光滑的，一个是磨砂的，它们针对点不同，有点像 SK-II， 我觉得 SK-II 也是引发了这种美白单品的这种分类，就是一个是针对暗沉美白全脸的这种透亮，一个是针对斑点。然后我买的这2款呢，它粉色的这瓶呢主要是烟酰胺，然后就主打的是针对淡斑，然后白色的这个呢它主打的是377美白啊。这几年377用的也比较多的，其实我有用过陈野医生的377，我个人是不喜欢的，太滋润了，但是我的干皮朋友很喜欢。找对你喜欢的质地，然后大量的去用，不要只用1瓶，因为美白真的也是需要常年累积的。我纯粹就是对这个品牌的设计感兴趣，然后对它的这种比较理科生的理念比较感兴趣，我就买来试一下。这个还不是最吸引我的，其实我最想买的就是他们家最贵的这个 A 醇的精华，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设计已经是非常好看了，而且它还有一点避重就轻，就是它整体都没有中文的，都是英文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国外的护肤品的感觉。如果能够把中文打在护肤品上，且做的既接地气又美的话，那我觉得更好，毕竟是咱们国家自己的护肤品。从它这个盒子就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贵的精华。如果不是有活动，或者是有特别吸引我的点的话，我是不会花这么贵的钱去买一个国货的。因为我刚才说到，国货其实还在观望期，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精华，真的非常的高级，不规则的这种几何形态。
然后它的这个设计，哦，我觉得真的不输大牌。这个设计好像是有拿奖吧，我没有专门特地去看，叫黑引力，名字也很让人觉得，哎，为什么我买的这个里头有一道裂痕？大家看到没？有一道竖的裂痕，是因为运输造成的吗？那忽略不计，反正就是这个瓶子，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有几何感。它应该也可以这么盖吧，就真的是很有设计感，磨砂的那种质感。然后它里头有很多的细节，然后它的这个成分呢，其实它也是用到的现在很流行的这个 HPR。其实这是我买的第2瓶 HPR， 然后买的第1瓶呢，一会儿也会介绍，跟这个同一波快递寄过来。虽然它有用到就是现在有一点点争议的这个 HPR， 因为有很多人就在抨击说 HPR 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A 醇那么有效果，但我觉得倩碧都用了，它肯定是有效果。它用到的就是 HPR 加视黄酸丙酸酯。它也有加到像胜肽、六胜肽跟弹性多肽，等于说抗老的3大成分视黄醇、玻色因跟胜肽，它用到了2个，所以这也是吸引我买的原因吧。首先看颜值，其次看包装，再看它的这个各种博士的研发团队啊，我是还蛮心动的。本身它的单品的价格比较贵，我不是很想入，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它是属于买1送1，就是正货会送你替换装。替换装我就不打开了，等于说花一样的价格，等于是2瓶，长草了很久，但是是今年才买的。我不仅买了这3样东西，我还买了他们家一个抗糖的，针对暗沉的精华，但是因为快递小哥的关系，他给我不小心发到上海的那个包裹里头，造成又退回来，所以那个后来又走海运，可能下个月才能到吧。然后它比较贴心，因为不管怎么说，对于没有刷酸经验的人，你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刺激就会引起你的恐慌，因为你搞不清楚是产品不好，还是说你屏障受损，还是说你怎么应对不好造成的你的皮肤问题。所以它其实有出这种小的缓释包装，是5克，就是你可以先用这样的东西，然后再用它的正货来确保没有任何问题。好像这个品牌是有一个产品手册来教你怎么用的，但是我这里头没有，我不知道是快递小哥给我塞到另外的快递里了，还是说这个卖家忘记发给我了。不过不重要，我可以自己去网上找资料。刚才我有提到，就是我之前有买过一个 HPR 第3代 A 醇衍生物的精华，但实际上这个精华是我5月份的时候买的，现在已经是10月下旬了，我才收到，就是这个比较冷门，但是其实应该有不少人认识的一个小众品牌，美国的叫做疯狂细皮，应该就是跟 The Ordinary 这些一起开始使用这个成分的。有很多比较厉害的成分博主有在介绍这个品牌，所以我很感兴趣，就买了一瓶。这个我是在它的那个天猫旗舰店直接买的，平时好像差不多300，298吧。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满减，所以大概是花268块钱买的，我就觉得还能接受。因为我有看到别的博主推，他们会有更好的价格。本身当然它也不贵啦，就是纯粹买来感受一下。因为我看很多人反馈，就是说这个精华用完既不刺激又有 A 醇的效果，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有 HPR 这个成分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用过 HPR 的任何中西，仅仅是试用了那个倩碧的精华。所以说，从它跟那个优时颜开始来感受一下这种第3代 A 醇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年也不知道有点神经病吧，就是很迷恋 A 醇，就一下子买了各类 A 醇很多，除了看到的这2个，其实还有一堆在寄过来的路上。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其实 A 醇也是很容易就是失活的，所以大家最好不要买太多。有一些是稳定的，比如说是按压设计啊，像倩碧的那瓶，其实它很稳定，就是如果是那样都 OK。但实际上有很多不太稳定设计的，最好不要买太多，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耐不耐受，一旦出现问题，因为你也不是每天刷 A 醇的，就是有用你也是间隔几天用的，这样会对你的皮肤比较好。长期大量的涂 A 醇其实对皮肤并不好，不要囤太多，这是我自己发现我囤太多的一个忠告。下面也是一个彩妆，就是这个德国面具的遮瑕膏。它其实虽然是遮瑕膏，也可以理解为粉膏，长这个样子。我在做化妆师的那年就已经很流行 IFSA 的3色遮瑕了，我想再说一次，
为什么非要买 IFSA 三色遮瑕？包括我前几天去日本的那个 Cosme 专卖店，就是元素的总店，因为品牌更多，我就发现真的很多一众大牌子全部都有出遮瑕膏，包括像黛珂，而且都是那种好几色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又细腻。为什么非要买 IFSA 呢？因为 IFSA 真的很难用啊！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给一个小模特化妆，他看到我的这个遮瑕膏，他就说遮瑕膏用我的，因为它有 IFSA。我说行啊，我说但是这个可能效果更好，要不我们在你脸上试一下吧。我就给他左边打 IFSA， 右边打这个，然后打完之后就一目了然嘛。他说那你帮我左边也打这个品牌好了。所以遮瑕膏最重要的是水润，因为很多遮瑕的地方，比如说眼下这些地方是非常容易因为时间干燥起皮脱妆的，所以它的水分滋润度要非常非常的重要。而 IFSA 真的很干，这个的话就是你的皮肤状态完全不好，起皮脱屑的状态下，你上去都不会卡，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之前做化妆师时候买的，已经非常非常的旧了，也就是说它有多么的耐用。它价位应该也不贵吧，我是大概200出头的样子买的，然后它比一般的遮瑕膏要好，就是其实这种膏体啊，通常情况下的膏体大概你打开1年内你是一定要用完的，因为膏体里头有油分水分，很容易滋生细菌，就包括那种眼线水笔那种的东西，你只要打开之后1年内你是一定要用完的，不然它都会滋生细菌，你都不可以再用了。但是它的这个产品有写，就是你打开之后2年它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它真的能够用巨久。你买这一罐的话，基本上你不需要再买别的遮瑕膏了。改天在那个脸上上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遮盖力跟它的水润度真的维持得很好。我前几天还给我的一个好朋友化妆，然后他那天皮肤状态就有点不太好，就是保湿可能换季的关系，他也有买这罐。我在他脸上真的，它比粉底还细，就它明明是这个很厚的膏体的质地，但是它比粉底还细，还能够服帖压得下去所以很光瓷的妆，你想要遮盖脸上各种瑕疵的话，还是要准备一个遮瑕膏的，就是粉底薄透去打，然后凸出来的瑕疵用遮瑕膏去遮，这样你的妆才会既不厚重又光瓷。它是有色号的，我买的是1号色，整体都是比较偏明亮的颜色。因为大部分人买遮瑕膏都是为了遮黑眼圈，或者是遮泪沟，或者遮这个法令纹，我觉得都是能够做得到的。终于到我买的最后一个东西了，因为太阳快下山了，自然光又没了，这几天都在疯狂的下雨。我买了一个现在根本用不上的东西，其实是被 K 大种草的因为 K 大这个头发新人，但是他经常一天到晚在讲关于头发的保养品，就很容易种草，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活广告啊。虽然他是天生的头发，他有推荐这个头皮给药器，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头皮的精华装在这个桶里面，然后呢，它前面是这样的一个像梳子一样的头，然后你有一个按键，一边按一边就是在你的头上，就不容易滴落。但是我开头已经介绍了，我现在在用这个，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了。因为这个给药器其实我是在5月份买的，也是因为各种折腾，我现在才收到。之前有用过的那个佳美奶素，就开头提到的那个牌子呢，它其实是有玻璃瓶的这个防脱精华，针对点不同。这个就是针对整个头皮的活化跟生发，也是他们家比较贵的一个系列。这个一瓶就要卖到5800日币，其实是蛮贵的，也是1个月用一瓶。这个真的1个月会用完，但是它的这个头是这个样子的。非常不方便，就是你在涂的时候真的会不停的往下滴落，所以后来我就想说要买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个国际物流的关系，迟迟都收不到，最后我就在那个药妆店买了一个，不是药妆店，百元店买了一个这样的喷瓶，然后把这个前面的头给剪掉，然后用它来倒，但也是很不方便，还不如它本来的这个瓶子。结果我这2瓶，就是我一共用了2瓶都用完了，我这个东西才到，所以它目前只能闲置了。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头皮精华，比如说有按压出来直接是泡沫的，或者是很小瓶有按摩头的，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要买头皮精华，其实选择很多了，这样的东西就只能闲置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全部购物的分享，感谢你的收看。